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妈，您又不是没儿子，认他干嘛？2010年的一天，楚艳华听儿子小楚嘴上抱怨，笑了笑，不以为意。儿子说的他是老家的小伙子张小春，20岁，年轻嘴又甜。他到奔四的年纪，钱财感情都有，唯独儿子忙着念书，没空多陪他。看张小春挺有意思，任来无碍，母子两个正嘀嘀咕咕。张小春提着些东西进来，楚艳华一看，正是自己想吃的菜。前2日稍微提一嘴，没想到张小春就放在了心上，倒比亲生儿子还懂得孝顺。他赶紧让张小春做，喊男友宋银下厨收拾。小楚看到宋银也没什么好脸色，他不喜欢母亲身边这俩人。张小春虽说同来自河北，有老乡情谊，但在北京混了数年就没定下来过，当过保安，偶尔打零工，嘴甜归嘴甜，总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。至于宋银，比母亲小1岁，来自四川，会做好菜，知道怎么哄母亲开心，却不过一名黑车司机，收入不高。母亲还算有经济头脑的人，父亲去世后带他到北京定居做建材生意，历年积累100万身家，自己当老板，逍遥自在。唯一的败笔就是他身边非要有人陪。在小楚看来，母亲若是找个势均力敌的对象也还罢了，像宋银这样光有嘴和脸的，短期看着或许还能提供点陪伴价值，但绝对走不长远。最让他生气的地方是，宋某年初哄着母亲在他老家办酒席结婚，没有领证，可到底有了名分。看宋银与张小春忙忙碌碌，他突然觉得胃口尽失，随便找个理由说要早回学校，匆匆出门。楚艳华看儿子走得急，知道他嫌家里人多，尤其讨厌宋银，没太放心上。宋银是他前1年在聚会上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没钱，懂得温柔小意。张小春是因为住得近，认识后态度颇为殷勤，自然而然认了干亲。对他来说，有人知冷热就足够，只不过有些事情儿子还不清楚。目光在张小春与宋银之间来回，楚艳华不自觉皱眉。近段时间宋银特别忙，经常跑外地，反而张小春每到周末就来做饭聊天，陪他说说笑笑。他乐意多给这个干儿子一点帮助。这天吃过饭，宋银说有趟车要跑，也急着出门。楚艳华盯着他的背影，脸上的怒容越来越明显。见楚艳华连续几杯酒下肚，咬牙切齿的，一旁的张小春连忙上前安慰：“您别生气，我早晚帮您把这事解决，到时候他吃不了兜着走。”楚艳华转头看张小春，撑着脑袋笑，这一笑看得张小春呆住。楚艳华虽然37岁了，已然奔四，可底子好，风韵犹存，醉酒后更媚眼如丝。他甩甩脑袋，强迫自己想正事。宋银为什么急着出门？楚艳华为什么生气？他这个干儿子一清二楚。宋银住着楚艳华的房子，花着楚艳华的钱，人却不老实。据说在外头还有一个相好的，被楚艳华抓现行后割过手臂，写过保证书。虽说楚艳华看在他自伤的份上原谅他，这事却还没有翻篇。近期他经常怀疑宋银行踪，两人隔3差5吵架。楚艳华老念叨要给宋银教训，他正好缺钱花，若帮楚艳华做事，楚艳华大方，肯定会给报酬。所以张小春想教训宋银的心思比楚艳华还强烈。他想得入神，
没发觉楚艳华越靠越近，冷不丁一只手伸过来托住他的脸。张小春吓一跳，反应过来后睁大眼睛看向楚艳华。灯光昏暗，衬得氛围无来由暧昧。楚艳华嘴里嘟嘟囔囔地骂宋银没用、负心，还说他帮自己办好一件事就有奖励。张小春眼珠转了转，狡黠一笑凑上去：“楚妈，我帮您做了不少事，您看奖励能不能提前支取呢？这回我想要点不一样的。”楚艳华似乎没听懂他的话，眼神还是呆愣。见他没说好，也没反对，张小春胆子大起来，动作越发肆无忌惮。楚艳华只觉一阵突如其来的凉意，低头看去，眼前一幕当时让他脸如火烧，浑身不自觉脱力软倒。张小春闻到一阵香气入怀，笑得更加得意，随手把灯关掉，抱着楚艳华往里间慢慢走去。就在他以为这一次过后，两人关系会有实质进展时，醒来的楚艳华似乎没法接受，表现颇为羞窘，叮嘱他不要对外面说，尤其别让儿子小楚和宋银知道。编辑搜图，这样的结果大大出乎张小春的预料。接过楚艳华塞的一点钱，再盯着他手上的金表看了好一会，他突然冒出个更大胆的想法。楚艳华说要教训宋银，说了好几次，还是嘴上逞威风，没下文。与其等着他发号施令，不如主动出击，把楚艳华绑了要钱，来得更快些。张小春表面不动声色，心中暗暗形成新计划。带着钱离开楚家后，他找到朋友姚某商议，姚某又叫来他的朋友刘某，听说把这事办成能拿到2-3万报酬，两人都答应下来。让当事人没想到的是，计划的结果大大出乎了预料。10月中旬，三人决定动手，但白天一整天楚艳华都没在家，眼看3个人都已经口袋空空。张小春决定把绑架改成盗窃。楚艳华有金表，还有一辆好车，然而他们进去翻找半天，却完全没找到手续，还不小心打翻一盆水。知道楚艳华回来必定要起疑，张小春还是决定绑架。给楚艳华打电话后，三人开车赶到他的所在地，意外发现前阵子被楚艳华再次发现背叛后遭轰出家门的宋银也在。张小春一不做二不休，编个理由让宋银跟着一起上车朝郊区开去。路上楚艳华与宋银不断吵架，谁也没留意路越来越偏。停车后，张小春让他们好好谈话，自己带着姚某与刘某进入事先踩好点的防空洞，告诉二人一会用事先准备好的砍刀与棒球棍打宋银一顿，楚艳华出了气就能多给些钱。姚某与刘某已经身无分文，自然张小春说什么都应承。外头吵得激烈的楚艳华与宋银仍然没察觉危机。听出来的张小春说防空洞里头有赌场，可以带他们去玩玩缓解心情，并未起疑，直接跟着他往里面走。谁知走进去一会后，前头的宋银突然被冒出来的姚某与刘某狠狠暴打，宋银也被这阵仗吓到了，想要逃跑，可是他根本就不是那三人的对手，自然很快就被制服。张小春因为怨恨他，对其暴打不已。宋银只有一个人，被打得身受重伤，很快就倒在地上。他浑身疼痛，一直在跟张小春求饶，希望对方能够放过他。可是张小春根本就没有，只是一心想要教训他。很快，宋银的嘴里就喷出了鲜血。楚艳华吓得跪在地上求饶，
请张小春看在往常对他挺好的份上，放过自己，也放过宋银。张小春冷哼，抢了同伙手里的刀，朝宋银砍过去。很快，宋银没了气息。见姚某还准备朝楚艳华继续动手，他拦下来，让他给我们钱就行，不用赶尽杀绝。当然，你要帮我们保守秘密，对谁也不能说，知道吗？楚艳华瞪着这个完全陌生的儿子，吓得连连点头。他不想死，之前他还张小春是个善良的人，可是没想到对方如此心狠手辣。看着宋银死在自己面前，楚艳华彻底后悔了。看着张小春，也像看着一个陌生人。他本来以张小春的脾气，自己也活不长久，可是没想到张小春却放过了他。楚艳华虽然捡来了一条命，可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心有余悸，一时间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。只能眼睁睁看着三人把宋银的尸体丢到深处，他胆战心惊，跟着往外面走，被迫拿几万元给他们作为逃跑路费。之后还跟张小春三人再三保证不会将此事说出去，三人才放心离去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楚艳华也总是活在恐惧中，生怕张小春再回来找他。所以也一直没有报警，希望此事能够早点过去。但是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。5个月后，宋银的尸体意外被钻进防空洞的几个孩子发现。接到报案的警方赶来调查，确认宋银身份，顺藤摸瓜查到宋银生前的情人楚艳华。楚艳华被抓获后，不得不供出张小春等人。张小春与姚某、刘某也相继落网。张小春交代，他认楚艳华当义母后，经常到楚艳华家里聚餐，两人渐渐熟识。他知道楚艳华与宋银的感情纠葛，本想趁虚而入，却没得到理想结果，索性一门心思弄钱花。谁知绑架楚艳华的过程出现意外，反而将负心的宋银打死。他认为打宋银也是讨好楚艳华的缘故，让他出气就能多给钱，并且如果打死宋银，他必定感到害怕，给的钱会多一些。通过侦查，警方并未发现楚艳华参与血案犯罪同谋的证据，最终只有张小春、姚某、现在刘某三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依法提起公诉。三人预谋绑架，系共同犯罪，为了向楚艳华要钱，又合力打死宋银，犯下情节严重的故意杀人罪。依据刑法，法定量刑为死刑、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作为主谋的张小春罪责最为严重，经审理被判处死刑。另外2名同伙分别被判死缓和无期徒刑。三人对于自己的行为也是后悔不已，尤其是张小春一直在跟宋银家人道歉，但是对于整件事情，宋银的家人才是最悲痛的。他们失去了儿子，自然无法轻易原谅他们。好在最后三人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，家资富饶，却缺少防备心理，与无业人员来往太密。楚艳华能逃过一劫，属于侥幸。经此一事，也算得到深刻教训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